心中模糊，蓦然狂笑，怎敢等闲？付之一笑，奋起把路上的人啊，踏着梦长吧，在长风如昨的荒野。你三不知内定然有我，身为湖边震慑天下，身为河边傲立风华。尊前月下，且让我再度陪你身临下，且让刀光将那花瓶裁，且让长啸震荡那山海，且让少年如骨若骨，如梨如蔓延花开。纵情高喊嘶哑的梦话，要对望着放肆笑，你懂吗？我心底那些话。川，你好恶心啊，看得我想吐啊。我觉得你挺漂亮的。是吗？我们这跳的能行吗？一定没问题。你跳这么好，你要不留功里吧？去死啊！我的抓腰不拘小节，你给我记着。太好了，抓到了！总算抓到了，还是王子殿下英明啊！当然了，也多亏了你这两位贵客相助，才帮我们解得了宫中之危啊！如今祸害已除，我们也该动身回伏龙国了。不多住些日子吗？这儿没有万年神力，我们得回去想办法了。王子殿下是怎么考虑的呀？我也跟他们一起回去，反正父王不想见我，省得留着让他反省。你看他那样，哎呀，王子殿下，你这来去匆匆的，老臣下次不知何时才能再见到你呀！国师放心，待我解决完朋友的问题，我一定会回来。我要向父王证明，我可以。让老臣再多看你几眼。陛下，父王，就这么不喜欢待在宫里啊？也罢，想去就去吧。既然决定要出去闯荡，好好照顾自己，好好善待朋友，好好享受在外面的时光。在外保护好王子。儿啊，你这一去，不知何时再回，别怪父亲平日对你苛责严厉。父王，
戴尔臣归来，您多保重。我也想我爹。可能每个冰块脸都更愿意把情谊藏在心里吧。真没想到啊，我父王居然会支持我，一定是我太不了解他了。毕竟是你爹嘛。等从巅峰谷回来，我也该带我娘回入营村看看。哎，你们知道吗？今天是他第一次对我笑。哎呦，你好肉麻呀！心彤，怎么了？你也想家了？你们有没有一种奇怪的感觉？刚才我被国师带去问话，国师说了，为保证王子殿下安全，不让我们再叨扰您。出了什么事情？国师，刚才有个守卫也遇害了，确实有点怪，好像都太顺了。从那夜之后，我就总感觉哪里有点不太对。我们捉到妖的时候，我还在想是不是香脂的味道太浓了，为什么我一点血腥味都没有闻到？反而是刚才离别的时候，国师，我好像有闻到什么味道，但老国师平日里都干什么？他年纪大了，只能负责父王的起居饮食，最近的一些守卫也是他负责的。我们案发当夜，老国师也是非常快的就赶到了现场。国师不可能有问题。但是那晚老国师神色看起来……话说回来，我们确实也没有看到杀害守卫的凶手就是妾肢，而且这个妾肢不是只盗金银玉肢，只对女人下手。也就是说，杀害守卫和杀害宫女的，很有可能不是同一只妖。难道父王支持我走，是因为有什么事儿要瞒着我？刚来王宫的那一天，国师有问题。父王，捉妖！且慢！国师，你为何阻挡我们捉妖？可知道这妖是谁？他是你父王。你说这妖？怎么可能？你们有所不知，数日前，你父王亲自率兵力战入侵的妖邪，却不幸被一只妖怪所伤。自此之后，每逢子时，他就变成一只吸血的妖怪。只有吸满了人血，他才能渐渐的平静下来，恢复人形。老臣为了掩人耳目，每当深夜，便把牢中一名死囚扮成侍卫，送进宫中，献给国王。您是说，我们之前见到的妖邪就……没错，你们那晚看到的妖邪，正是国王。只不过那天突然发生了窃之欺人的事件，老臣才得以混淆视听，隐瞒真相。为何不请太医？为何不请太医？老臣请了。老臣隐去国王的身份，先后从宫廷内外请了数名的高手来给国王诊断。他们都说，国王的病在元神，在随海一事，回天乏术了。
王，你醒了。你都知道了。雨谦啊，你从小就爱钻研医术，这寻根查证、望闻问切，千余城里没有多少人比你高明。我的病情，你也说说吧。无妨。御医诊断多次了，你就直言不讳吧。父王索然药多，已遍布全身，若无良药，不出数日便会堕落妖邪之流。你说的很中肯，御医也是这么诊断的，只是他们不敢直说，颠来倒去的，绕了个大圈子。父王，儿臣一定会找到解决的办法。陪我出去走走。数月之前，这里还是百壑云集，一片圣洁。行行好，给点吃的吧，给点吧。如今却像是换了天地。大爷，行行好，行行好，给点钱吧。行行好。我连自己的子民都保护不好，真是愧为天子。父王不必自责，父王在位期间已是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。人人都在歌颂，这是太平盛世。要怪，就该怪罪那释放妖邪的一枚。雨谦啊，你还记得自己离开千羽国多少时日？2年多了。是2年零13天。儿臣知错了，父王。千羽国危难之际，儿臣却置身事外。当日你派信使送吃猪时，我便发现他身上有伤，心存怀疑，我却没有进一步追问。是我不让他向你透露。我曾经也和你一样，也曾在少年时偷偷逃离王宫，在江湖游荡，但最终还是摆脱不了宿命，回到宫中继承王位。自你幼时起，我就对你严加管教，希望你日后能够成为一名合格的君王。想不到，有其父必有其子。看着你一天天长大，渴望逃出牢笼、向往自由那颗心也愈发强烈。儿臣知错了，父王。千羽国被毁那一日，我想明白了。我希望你在外有所闻有所见，哪怕只有1天，也要感受1天的自由。怎么还不回来呀？让他们父子俩好好相处一会儿吧。
这什么妖啊？妖毒这么厉害？这个东西叫骨雕，是一枚从死妖瓶里放出来的。国王手刃死妖的时候不小心中了蛊毒，恐怕现在已经时日无多了。果然，又是这个一枚。看来我们得尽快前往巅峰谷，阻止更多的悲剧发生。他爹不会真的变成妖吧？如果说之后彻底妖化的话，恐怕会伤害很多无辜的性命。那是千羽国的国王。不管怎么样，他都是板砖的爹。就算他变成妖，他也是板砖的爹。我娘也是妖，但如果有人要伤害他，我就跟他拼命。板砖也会的。既然是妖毒，那一定有解毒的办法。如果说大陆上面找不到，我们去巅峰谷找。对，一定有别的办法。父王，您在此地稍等我一会儿。爹，您的腰还疼不疼啊？再吹一会儿啊，爹爹就不疼了。好嘞。老板，我要给我爹买双鞋。您这哪双鞋最贵啊？贵？嗯。哎，客官，看来你从来没有给你爹买过鞋吧？贵不一定好啊，这鞋嘛，上脚舒服最重要。那哪双最舒服？这双吧，老人家穿着舒服，就是不知道大小合不合适。就这双吧。哎呀，多谢多谢啊！谢老板。爹，我给您买了双新鞋，您鞋都湿了，我给您换上吧。佳儿，记得你上次叫我爹，还是2、3岁的时候。朝堂上，你是一国之君；朝堂下，你才是我爹。知道，你是一心为了我。儿臣以后再也不敢放纵肆意了。今日，你就教我这个承诺吧。好，爹。听着琴节。住了10几年，居然没有看过这样的千羽国全貌。谦儿，爹想和你说个故事。故事？爹，确实好久没给我讲过故事了。500年前，我们的祖先因冥海蔓延群妖肆虐，只得带着沿途遇到的各地流民，辗转数地，自力求生。后来，他遇到了麒麟神。麒麟神？这不一直是民间传说吗？不是传说，是真的。也许对于民间来说，这早就久远如神话一般了。但对我们王氏一族，却如同昨日之事。当年先祖王坚宇与麒麟神达成契约，
启灵神助他开辟疆土，终成一国之主；而我们王氏子孙，则皆要成为承载启灵神识的容器。这种神力，经过王家血脉一代的流传，是我们千羽国国运昌盛的命脉根本。可若有此神力，为何我从来没听说过有先祖使用呢？这种神力一旦被释放，作为容器之人，就将失去自我意识，被神识取代。再说当年王千羽，也是因为使用了这种神力，以修筑第一冥海的防线，主在此不久之后，便溘然长逝。父王，如今这神力位于何处？就在这里。在我体内。你治愈伤病的天赋，也是源自启灵神的神力。爹为了保护你，不被他人胁迫利用，所以在外人面前没有道出真相。这种神力，看似是祝福，其实也是诅咒。我们王氏一族，虽然享尽荣华，却不过是神的囚徒，祖祖辈辈被困在这美好的诅咒之中。爹，既然我有如此神力，那我岂不是可以治你的妖毒？谦儿，还记得当年我让你对的那首诗吗？儿臣记得。俗尘兵戈犹未平，断碑埋没莽横行。冥海尽倾英雄泪，仙山难觅圣贤灵。四海鸣笛鸣归客，九州流落别故云。明朝变化逍遥鹤，笑看鸿鹄空自鸣。当年儿臣年少轻狂，胡乱点了父亲的诗，现在想来实在是惭愧。很好嘛，会有少年的潇洒之气。怎么，当年不是想当个逍遥野鹤吗？如今却不想了。古人云：“否极则泰来。”这个国家在500年来经历了无数风雨曲折，总能屹立不倒。不知道这一次能不能安然度过了。本殿们，父王，我一定会想尽办法去除你体内的妖毒，让你看到山河重振，乾坤永隆。晴儿，山河重振固然重要，但爹还是希望你快乐，遵从内心，过自己想要的生活。爹有点冷了，爹，咱回宫吧。好。殿下，这些已经是全部了。虎子，你那有什么线索吗？还没有，我再找找啊。陛下，人我带来了。今日就不必了。可是陛下，你先下去吧。是。
找到了。书上有记载，100年前有人被蛊雕所伤，也属于妖毒感染。其父亲用以血换血的方式把他儿子救活。以血换血，以命换。二战，这书上是写了，这个人虽然被救活了，但是他的父亲耗尽了体内所有精血，撒手人寰了。这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血浓于水，古人尚且可以，为什么不行？是。本传，你冷静一点。我要救我父王。你冷静一点。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。我要去救我父王，我要去救我父王。殿下，殿下，如果国王知道你用这个法子了案，他定不会同意的。不要再劝我了，我没有时间了。殿下，圣上他驾崩了。父王，陛下，父王，儿臣已经找到解救你的办法了。父王，你醒醒，父王，儿臣真的已经找到了。爹，儿子回来了。爹，儿子回来了。爹，儿子回来了。爹。自从大老爷将先祖的精元传输给他，他就如同摆脱了肉身的束缚，完全不知疲累。小仙虽然已经可以自由地操控这副躯体，不过实战来看，只怕还是不够快。奶奶、莫公子，你们来了。轩儿，你现在身体恢复的可以，但就是速度上有点欠缺。是，虽说体力没有上限，但我总觉得我的动作跟不上我的想法和意识。别着急，或许我们联手，你就可以做到。联手？我的寻千丝可以连通人的意识，之前没有机会试过，眼下正好可以用来和你配合。你试试在心里想几个动作。不错，这样一来，你相当于拥有了2双眼睛，2个人的意识。更重要的是，通过寻千丝，我的精元之力也可以为你所用。这力量确实增强了不少。来，我们继续试试配合。好。
是否要属下带上将士去拦住他？人心似水，易书不易读。尔瞻，哎呦，好，参见国王。没有外人的时候，你们就叫我板砖吧，这称呼怪不适应。我也不适应，要不叫你板王、砖王、板砖王吧？行。不可对国王无礼啊！哎，都是兄弟，无论我什么身份，这层关系是永远不会变的。小燕子，你先下去吧。是。可以呀，这刚刚继任就这么多奏折，都写什么呀？你还想议政？认字吗？我那看得懂吗？那当。哎，无非是大臣们纷纷辞官卸甲，百姓也都举家迁徙。刚上任，他们不相信我的能力。怎么会这样啊？这不行啊！那我们得帮你们说道说道，这不欺负人吗？陛下，又有官员提交了辞表，他们托老臣代为呈上。这什么意思啊？越到紧要关头，越临阵脱逃呗。不怪他们，是我不懂得治理国家，不懂得如何当一个国王，是我没给他们信心。陛下，千亿国现在百废待兴，百姓是正需要您的时候，您可不能没有信心呐。博士，你来的正好，我有些话要对你们说。麒麟神的传说是真的，万年神力就在这儿。当年先祖和麒麟神签订契约，麒麟神助先祖开疆扩土，建立王朝，但王氏一族也至此沦为神识的容器，历代子孙都要承载这样的命运。前日父王告诉我，这万年神力就是千羽国国运昌盛的基本命脉。只是这神力一旦释放，我便会彻底失去自我意识，身体也会被麒麟神占领。失去自我意识，那不就是死了吗？不行，板砖，我们确实是想激活金刚诀，但我们不想拿你的性命来交换。但小轩的时间不多了，我怕。绝对不行，就算小轩知道，他也绝对不会同意的。陛下，天与福曲反受其咎啊！当下冥海危机爆发，千羽国更是连遭巨变。此时唯有陛下展现出神力，才能够重振坊间和朝野的士气，使得我们千羽国的国祚绵延。先帝受伤以来，老臣时常在想，要是冥冥之中真有神奇存在，倒不如将千羽国交于启灵神来接管。什么？交给神治理？难道你刚才没有听清吗？千羽国自始就是依神而存，想必你们两位也是为了寻找神力而来。一旦陛下释放出神力，那么天与伏龙两国的局势就将迎刃而解。国师，是您没有听清吧？刚刚雨谦说了呀，一旦释放神力，他将会失去意识，身体被启灵神所掌管。可是千羽国不能忙啊！你这是在逼他！
本国的处境，想必二位已经看到了。城内外的百姓已是人心惶惶，如不展现奇迹，恐怕再难延续下去了。荒谬！俺不要再争了。国师，我深知我不是一个治国之才，所以想将王位传让给更有贤能之人。当下最要紧的是寻找渡过岷海的办法，解决岷海危机。我想将王位让贤给您。陛下，老臣是万万承受不起呀！老臣这把老骨头也是难当此任。陛下，让麒麟神现世，还请陛下三思啊！这国师是疯了还是故意的？非要逼你自杀？他一心为国，应该是无奈之举。不行，本尊，照他那话那意思，无论你释不释放神力，他都不打算让你走了。你真的想好把王位让给他？国师大到治理国家，小到占星望气，无所不精，是父王颇为器重的股肱之臣。交由他，总比我这个江湖浪荡的半吊子妖师强吧？你要是想走，我们支持你。不就是拼岷海吗？肯定还有别的办法的。咱也不用一条巷子走到黑嘛。不过话说回来啊，治理千羽国这个老国师确实比你擅长，比你这个小板砖可靠谱多了。但是呢，我们去阻断岷海的源头，那更是拯救苍生、造福百姓啊。本尊，只要你想好了的话，跟我们回伏龙国。我给国师留封信。去哪儿？回伏龙国。你们俩可以走，但国王得留下。国师要让雨谦冒着生命的风险去释放神力，我们不得不带他走。他在这很危险，你想看着他送死？事情是可以改变的，但国王得留下。小云子，你虽然是千羽国的人，但你也是雨谦，还有我们的朋友，你应该尊重他自己做的决定。但一个国家不能一日无君。我已经留了一份诏书，将王位传给国师。你知道的，他比我更适合且更懂得治理国家。你想好了？走吧，国师已经知道了，正在赶来的路上。你跟我们一起走吧。我留下，可以帮你们拖延一些时间。走，走了。你什么意思？末将甲胄在身，请恕末将不便行礼。国王还请依驾回宫吧。我想去哪就去哪，你让开。末将也只是奉命差遣，不准放行。内中隐情一概不知。国王的圣驾你们也敢拦，是想造反？末将不敢，只是奉命行事。奉命？你奉谁的命？我是国王，你奉谁的命？何人如此大胆，竟敢挟持陛下？忘了，萧云子，没人劫持我，是我自己要走的。
陛下，此时正值零落丧乱之时，陛下当敬天法祖乌贪瞬息之荣，将无穷的神力宣召于黎民百姓，不可弃家国而不顾啊！你这是在逼他。陛下，乌贪儿女情长，意气用事，祭台已经搭设完毕，明天是天德之日，适逢祭祀，老臣恳请陛下能够彰显神威，挽江山于侵退。放了他，我跟你回去。二帅，等着。谢陛下。二位贵客跋涉千里之遥，疲惫无歇，也正好在都城歇息2日。国丧期间，身为一国之君，却想从都城一走了之，既为人子之孝，又无人君之德，老臣真是失望得很啊！西城下，鼓舞蹄声响彻山外。放飞机，陪你一壶浊酒入怀。曾有渐入无知己，今朝竟与你促膝。墨色里，你若为山，我为笠。命阴霾。然而相逢温柔，万难结拜今夏，聚散不忘对望。才惊觉，曾让我破茧的并非刀光，而是那一句你要陪我闯。多少人皆醉，还有我懂你。多少人皆醉，还有我懂你的无畏。莫悲歌，万年劫波，你依然有我。我呼火为何？因为你，我才敢执着。